一夜暴涨124美元，金价大涨3.08%，收报4160.6，跌了整整3天的黄金，周四一根实体大阳线，直接站上4160，把我们昨天死死盯着的4077天花板狠狠踩在了脚下。白银也涨了，却没能跟上，金银比价不降反升。问题来了，这波超过3%的暴涨，到底是一次真正的趋势反转，还是下跌途中主力精心设下的一场诱多反抽？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我们照例回顾隔夜刚刚收官的这个交易日，也就是周四的美盘行情，在一起展望今天。郑重提醒，节目里所有的分析和观点都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个决策都请独立判断，盈亏自负。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黄金周四收在4160.6，大涨3.08%，白银收在59.02，涨1.60%，双双收红，但黄金明显跑得更快。第二，推动这把火的核心是美联储偏鸽转向之后，美元走软，避险资金回流。第三，今天最该盯的是晚上的美国 PCE 物价数据，以及4077这道刚刚翻身的支撑，守不守得住？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看整体的盘面情绪。周四这一天，黄金市场的气氛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扬眉吐气。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的阴跌，价格从4071路滑到4036，不少人都以为4000关口这次真要失守了。结果周四多头突然发力，一根将近125美元的实体大阳线，把价格重新推回了4160上方。这不是慢慢磨上去的，而是一口气冲上去的，力度非常足。还记得我们昨天反复盯着的那道4077天花板吗？当时我说，盘后那波急拉虽然上破了，但没有经过一个完整交易日的确认，还不能算数。现在答案有了，周四用一整天的真实交易，把价格收在了4160，不但站上了4077，还把它远远甩在了身后。昨天留下的那个悬念兑现了，这一点我得老老实实的说，判断方向对了。不过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打起12分精神，白银虽然也涨了1.6%，但明显没跟上黄金的脚步，金银比价反而从前一天的69.5回升到了70.51线。换句话说，这波行情更像是黄金一个人在猛冲，白银在后面气喘吁吁的追。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整期节目要一起回答的那个核心问题：这到底是反转还是诱多？我们一层一层往下拆。我们把镜头拉近，仔细看看黄金这一天的走法。周四黄金开在4163附近，盘中最高摸到4169，最低也有4161的支撑，全天几乎是高开高走，单边向上的强势格局，最终收在4160.6，较前一日的4036.3整整上涨了124.3美元，涨幅3.08%。这根大阳线的意义在哪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拔河比赛，前面3天是空头在拼命往下拽，多头节节败退，而周四多头突然叫来了一大批援军，一把就把绳子拉了回来，还稳稳越过了中线。更关键的是，买盘集中出现在4077上方，说明有资金愿意在这个位置主动追进去，而不是逢高就跑。这是多头重新掌握了主动权的信号。这里还有一个大背景，你一定要放在心里。黄金今年的最高点曾经一度冲到过5626，而现在的4160距离那个高点其实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也就是说，从更大的格局来看，
黄金是从历史高位一路回落下来的。周四这根阳线是在一轮中期回调的相对低位区打出来的一次有力反抽，位置往往决定了性质。这不是在山顶上的最后狂欢，而更像是在半山腰的一次绝地反击。这个定位，请你务必记住，因为后面无论我们判断它是反转还是诱多，都要回到这个大背景里来看。当然，我得给你提个醒，今晨的亚洲盘，黄金现报大约4167，比周四收盘又高了那么一点点。但请注意，这只是实时的参考价，不是今天的收盘价，真正的胜负手还在后头。我们今天所有的判断都以周四那根4160.6的收盘阳线为准，不被盘中的一时波动带着走。再把目光转向白银，白银周四收在59.02，上涨1.60%。单看这个数字是很不错的，可一旦放到黄金旁边，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黄金涨了3%，白银只涨1.6%，连一半都不到。要知道，白银平时可是黄金的高波动表弟，涨的时候往往涨得更凶，跌的时候也跌得更狠。可这一次，这位表弟不但没抢戏，反而落在了后面。这背后是金银比价的变化，比价从前一天的69.5回升到了70.5。这个数字读起来有点抽象，我给你翻译一下。金银比价就是买1盎司黄金需要用多少盎司白银来换，比价上升意味着黄金相对白银更贵、更强势。周四比价不降反升，说明这波资金主要是冲着黄金的避险属性去的，而不是那种工业需求和投机热情一起上。白银领涨的全面风险偏好回升。那这个细节为什么重要？因为白银的态度往往是一波行情成色的试金石。如果是一轮健康的、可持续的贵金属牛市，白银通常会跟上，甚至领跑。而如果只是黄金独自的避险冲高，白银拖着后腿，那我们就得多留一个心眼。这波上涨的根基可能没有价格看上去那么牢固，这一点我们放到后面的展望里再细细展开。那么到底是什么点燃了周四这把火？我们来拆一拆背后的驱动。最核心的一条线是美联储的态度以及它带动的美元。本周早些时候的这次议息会议，整体基调偏向鸽派，市场读出来的信号是后面降息的那扇门正在慢慢被推开。这个预期一旦形成，美元指数就开始走软。这里的传导链条我一步一步说给你听。黄金是用美元来标价的，美元走软就等于全世界用其他货币的人买同样1盎司黄金变便宜了，需求自然就上来了，金价被推高。这是第一层。第二层，黄金本身是不升息的，你拿着它是没有利息可拿的。当市场预期利率要往下走，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下降了，资金也就更愿意从债券、从存款里挪一部分出来配置黄金。这两股力量一叠加，就是周四大涨最底层的逻辑。我再给你打个更形象的比方，你可以把美元和黄金想象成一个跷跷板的两端，美元这一头沉下去走弱，黄金那一头自然就翘起来走强。反过来，美元一强，黄金就被压住。周四发生的事情就是美联储偏鸽，把美元这一端重重的压了下去，黄金那一端顺势就弹了起来。理解了这个跷跷板，你以后再看黄金就不会只盯着金价本身，而会习惯性的多看一眼美元的脸色。不过这里有个必须让你警惕的反面，截至最新10年期美债收益率其实还在 4.67% 附近，并没有大幅回落。也就是说，这波上涨很大程度上抢跑的是降息预期，而不是收益率实实在在的下行。而预期是随时可能被数据反打的。万一接下来的通胀或者就业数据偏强，让美联储的鸽派故事讲不下去，那这波靠预期堆起来的涨幅就有回吐的风险。这
就是眼下多空双方最大的分歧点。说完利率和美元，我们再聊聊避险这条暗线。周四这波买盘里，除了对美联储的压注，还有一部分是纯粹的避险需求。眼下虽然没有爆发什么突发的地缘冲突，但整体的宏观不确定性并不低。利率往哪走？经济会不会降温？政策会不会反复？这些悬而未决的问号本身，就足以让一部分资金选择先躲进黄金这个传统的避风港里。你可以把黄金想象成金融世界里的一艘诺亚方舟。当外面阳光普照，大家都在追逐股票和风险资产的时候，方舟无人问津。可只要天边飘来一点乌云，哪怕雨还没真的下，总有一批谨慎的资金会提前上船。周四的这波买盘里，就藏着这种未雨绸缪的避险成分。但我也要跟你说句实话，这一次避险的驱动，更多是一种弥漫性的宏观焦虑，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爆炸性的事件。所以它能持续多久，还需要我们继续观察。好，重头戏来了，我们必须把美联储这条主线再往深里讲一层。为什么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黄金这么关键？根子还是在实际利率这4个字上。所谓实际利率，说白了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它衡量的是你把钱存起来生息，在扣掉物价上涨之后，到底还能剩下多少真实的购买力回报。当美联储偏鸽，市场预期未来要降息，实际利率的预期就跟着往下走。这时候持有黄金这种不生息资产的那种吃亏感就减轻了。反正把钱存着，实际回报也在缩水，那还不如拿一点黄金来对冲。这就是黄金和美联储政策之间最硬核的一条纽带。周四的大涨，本质上就是市场对实际利率见顶，即将往下这个剧本的一次集中下注。但同样的，我要把另一面也摆到你面前。美联储到现在并没有真的开始降息，一切都还停留在预期的层面。只要通胀数据稍微顽固一点，美联储完全可能继续按兵不动，甚至嘴上继续放鹰。而一旦那样，今天这套降息在即的逻辑就会被动摇。所以你看，黄金现在是站在一个预期的浪尖上，这道浪能把它推多高，取决于后面的数据到底买不买账。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今晚那份 PCE 通胀数据会这么关键。它就像是给美联储这套鸽派剧本的一次体检，数据配合，剧本继续演下去，金价的底气就足；数据不配合，剧本就可能被临时改写。这几天靠预期涨上来的部分，就得先吐一部分回去。市场往往就是这样，先用预期把价格抢跑一段，再等真实数据来验证对错。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别在验证之前把话说得太满。从技术面来看，黄金，我们把关键的几道线一条一条的过一遍。先说支撑，周四这根大阳线之后，原来的天花板4077，现在角色反转，变成了脚下的支撑。这是技术分析里一个很经典的现象，一道被有效突破的阻力，回过头来往往会变成新的支撑。所以4077这个位置就成了检验这波突破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只要回踩不破，多头的地基就还在。可要是又跌回了4077下方，那这波突破的成色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往下，4000这道整数关口依然是多空的生命线。再说阻力，头顶最近的一道坎是4181附近的50日均线，请你特别注意，虽然周四涨得很凶，但价格其实还压在50日和200日这2条均线的下方。50日在4181，200日更是远在4588一线。这说明什么？说明从中期结构上看，黄金还没有真正翻多。周四的大涨，目前更像是一次强有力的超跌反弹，是下跌趋势里的一次强力反抽。它能不能真正扭转乾坤，
就看能不能收上4181这道50日均线了。再看动能指标 RSI， 黄金14日的 RSI 目前读数在 54.4。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的指标，数值越高越超买，越低越超卖。一般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54.4这个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性偏强的位置，既没有到超买的过热区，说明这波上涨从动能上看还有继续往上的空间，但也还没强到让人可以闭着眼睛追多的地步。回到我们开头那个反转还是诱多的问题， 54.4 的 RSI 其实在告诉我们，动能是真的，但还不够狂热。眼下一切都还站在可进可退的十字路口上。白银的技术面逻辑跟黄金相似，但成色要弱上一档。白银周四收在 59.02， 上方最近的阻力在60到 60.5 这个整数区间，这也是它这波反弹要去挑战的第一道坎。下方的支撑则看58这个整数关口，再往下是 57.51 带的近期低点。和黄金一样，白银也深深压在50日均线 64.75、200日均线 70.24 的下方，中期结构比黄金还要偏弱。再看白银的14日 RSI， 读数只有 46.7， 连50的中轴都还没能站上去，处在中性偏弱的位置。这跟它今天跑输黄金、金银比价走高是完全对得上的。白银的动能确实比黄金要虚一些，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对这波行情的广度要留一分谨慎。说到这里，我必须给你泼一盆冷水，越是大涨的时候，越要绷紧风险这根弦。周四黄金一天涨了 3%， 情绪很容易一下子上头，但你要清醒，单日的暴涨既可能是趋势反转的起点，也可能是下跌途中一次剧烈的诱多。市场里从来不缺看它涨了 3% 就追进去，结果第二天就被套在山顶的故事。所以请你务必保持冷静，谨慎对待每一次想追高的冲动。仓位和止损永远要放在我一定能看对的前面。记住，活下来，活得久，远比一时抓住某一波行情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反复的跟你强调风险这两个字，尤其是在这种情绪高涨、人人都想上车的时刻，冷静和谨慎往往才是真正能帮你穿越波动的那件护身符。好，我们来到今天最关键的部分，聊聊接下来要关注什么，以及后市到底怎么看。先看日历，今天晚上美国将公布 PCE 物价指数，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那把通胀标尺。如果 PCE 降温，鸽派降息的故事就能继续往下写，对金价是助力。可要是 PCE 顽固，甚至反弹，那市场抢跑的降息预期就可能被打脸，金价会面临回吐的压力。再往后，下周还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以及下周五那份分量最重的美国非农就业报告，他们都会进一步校准市场对降息节奏的判断。先说短线怎么看，短线的胜负手就夹在4077和4181这两道线之间。乐观情形，今晚 PCE 配合，金价站稳4077不回头，那就有机会去挑战4181这道50日均线。一旦有效收上去，这一波才算真正从反弹升级成了反转。悲观情形型， PCE 偏强，金价重新跌回4077下方，那周四这根大阳线很可能就是一次漂亮的诱多，下方要回看4000这道生命线，守不守得住。所以短线上我偏谨慎，先看它站不站得稳，再决定要不要上车。再说长线怎么看，把时间轴拉长，大方向我依然偏乐观。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去美元化的进程没有回头，美国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而实际利率大概率已经见顶，要往下走。这些结构性的力量都在为黄金的长期价值托底，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短线我偏谨慎，要防回踩；长线我偏多，
看好中枢继续往上移。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一个说的是这几天的波动，一个说的是未来几个月的趋势。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这波正3%的暴涨，到底是真反转，还是诱多反抽？我的判断是，方向很可能是对的，但现在就下反转的结论还太早，因为价格还压在50日均线的下方，白银没跟上，收益率也没有真跌，这3点都还没有被确认，它更像是一次非常强但还没盖章的反弹，而真正的分水岭就是4181那道50日均线，有效收上去，反转就坐实了，收不上还跌回4077下方，那它就是一次漂亮的诱多，别急着追高，回踩4077不破，才是多头真正站稳。那么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你觉得黄金这波能不能收上4181那道50日均线？评论区打出你的判断，是反转还是诱多？最后再次郑重提醒你，今天节目里所有的价格、点位和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复盘与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贵金属市场波动剧烈，风险很大，请你务必独立判断，谨慎决策，所有的盈亏都需要你自己承担。好了，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再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贵金属复盘你就不会错过。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